本次科資中心搶劫，R星大刀一揮，削減了幾乎全部搶劫或 DLC 的收益，可謂是喪心病狂。尤其是佩里克島收益都被砍第3次了，金毛都要開香檳了吧？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R星這次砍收益完全是有備而來，把所有削減跟倍率拿去計算的話，結果居然全部都符合同一條數學公式。究竟有哪些任務被影響？未來又該怎麼賺錢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u。這次 R星削弱各大搶劫，引起一片罵聲。來看看這張圖表，這張是總表。大圖會放到 You 的網站上，連結放在說明欄。表格上紅字的代表被削減了。乍看之下，R星這一次主要是下狠手打擊佩里克島，因為只有佩里克島是完全被削弱，其他的大部分搶劫則是降低基礎收益，增加了每周首次搶劫的收益，似乎也不是這麼糟，說不定玩家還有賺。確實，這一次 R星的核心目標就是強制改變玩家的遊玩習慣。避免玩家盯着同一個任務連刷賺錢。整個改動可以分成3種類型來說明：一、完全被削弱，佩里克島是本次最大苦主，核爆的中心點，龍舌蘭9 60萬跌至40萬，整整下調 36.5%， 更別說開啟任務一樣要10萬，還有帕沃的囂張費用，冷卻時間也還是一樣長，又完全沒有每周首次加成。R星只差沒宣布把佩里克島直接下架。態度就是不想讓玩家上佩里克島賺錢。2. 假增強真削弱，除了佩里克島一看就是被砍爆，其他的系列任務很多都有每周首次加成，加成看起來竟然還不少，像是有虧有賺。沒錯，如果你每周只打1次，絕對是賺，但只要你打2次以上，所有的系列任務就都是純粹削弱。但是哪裡削弱，削弱多少，這就不好一眼看出來了。其實這是有公式的。答案就是圖表中有每周首次加成的任務，每周打的第1場絕對賺，打第2場2場總利潤剛好與改版前打平，打第3場就開始虧損了。這是 R星精密算計的結果，可以從圖表中反推出這個公式。請看這條公式，各個任務的每周首次加成倍率，就是根據這個公式計算出來的，不是 R星憑感覺給的。這裡用賭場搶劫與末日搶劫的關卡來當範例。先來看鑽石賭場搶劫，目標黃金。從圖表看，黃金被砍了77萬5500，削減幅度剛好砍了 30%， 然後再套入 R星的損益兩平公式，可以得到倍率等於 n 等於 1.85714。可能是為了數字整齊或是程式限制，官方進位成 1.86， 這也讓新版打2場甚至還比舊版多賺了5170。大約多賺了 0.1%， 但只要你敢開第3場，你的收益就會直接蒸發 30%， 77.5萬。同理，我們來看末日搶劫第3行動，末日來臨。計算削減幅度可知，新版收益蒸發了18萬，削減幅度剛好砍了 10%。套入 R星的損益兩平公式 ，m 等於 1.2222， 官方把小數點後面捨去變成 1.222。導致2場總和玩家還會倒虧 0.01%， 把這些零頭去掉，結論還是一樣。打第2場2場總利潤剛好與改版前打平，第3場以後就開始虧錢了。由此可知，圖表上的所有倍率都是由同一個公式推導出來的，並非 R星一個一個去評估這個系列是不是太好賺，再來決定整個系列的倍率，而是直接套用同一套數學公式批次處理。就算鑽石賭場乍看之下倍率 1.86 數字很好看，也逃脫不了打2場總利潤與改版前打平的結果。這些假增強真削弱的任務，核心思想就是要阻止玩家一直農同一關，而真正的削減幅度必須看每個系列任務的第3場以後的衰減。可以看到不同的任務其實分成 10%、20%、30% 不同程度的衰減，這才是由 R星手動去調整的削減幅度。至於削減幅度是怎麼決定的就不知道了，可能是根據 R星官方後台裡不同關卡的實際產出效率，錢除以小時的統計資料。簡單說就是好賺的大家愛打的就削多一點，佩里克島這種大家愛死的賺錢唯一指明就直接打斷腳骨。你可以看到龍舌蘭9甚至是削減了 36.51% 這種奇怪的數字，4個目標還橫跨了 20%、30%、36.51% 3個不同層級，明顯獲得官方的特別關愛，一個一個手動調過去。至於官方的依據是什麼，
其實 GTA Online 數據算得很細，以前有個挑戰是可樂喝到1億罐的社群任務，也有完成末日搶劫第3章並累積超過5000億的社群任務。連你多久喝幾罐可樂都能算的話，還有什麼數據算不了？可見你各位哪個任務賺多少，阿星心知肚明。刻意打壓熱門任務是很有可能的。唯一能聊表欣慰的大概就是這一次更新還是有收益單純被增強的任務，也就是3完全被增強。跟假增強真削弱的任務相比，第3類完全被增強的就真的是被挑出來增強了。主要有公寓搶劫與奧斯卡系列，因為他們新的基礎分紅沒減少，又多了每周首次加成，所以當然是純粹多賺。不過公寓搶劫是真的該加強，強制4人，基礎報酬又低。上次調高時 U 就覺得調得太少，顯然一定還是沒什麼人打，只好這次又調高了，果然沒錯。不過奧斯卡沒被削弱 ，U 倒覺得很驚訝，可能不是因為收益不夠高沒人打，而是難度太高太冷門沒人打，所以這一次才被放到增強的類別。不然1小時賺75萬，效率都追上熱門搶劫了。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U 之前做的比較影片與系列攻略影片。理論上你完全熟悉這個系列的話，並不會太難賺。總之，這次阿星對各大任務的削弱，並不是大家的錯覺，是可以用數學公式來驗證它確實削弱了。大家沒有罵錯。那科資中心搶劫呢？阿星先前宣傳科資中心搶劫會是收益最高的搶劫，實際又是如何？以單趟收益來說，確實是很少能單場200萬以上收益的搶劫，尤其是剔除1年可能只出一次的每周爆雕像，200萬確實能算進收益最高。問題是這200萬一樣不是常態的，只有每周第1次而已，第2次之後主目標會狂掉4倍，讓收益變得慘不忍睹。除非你能達成精英挑戰加買家指定目標全拿加包包全滿，這樣收益就能達到80到95萬，這可不容易，有運氣成分。比方說，萬一買家指定目標在展場2樓鐵門裡，就一定要2個玩家才能拿得到。有些出口要隨機鑰匙，也不能保證每次都一定能打到，除非發現什麼穩能精英的打法，否則至少現階段什麼最高收益都只是阿星的話術，最高收益卻不好賺也沒用。至於之後該怎麼賺錢，最基本的就是每周先把好打的打一輪，把每周的初次加成拿到手，這也是阿星的陽謀。但佩里克島搶劫第1輪就虧了，所以先別碰。可以參考這張收益圖，調整自己想打的任務。如果是新手的話，也要考慮產業的購買順序。反正大家都一起砍，可優先買原本收入很高但沒被砍很大的系列，最好是1個人就能打的。由於這次的削減沒影響被動收入，可以優先考慮買被動收入高的產業，比方說地堡之類。科薩卡是不用說了，沒有的話可以先不買。豪宅卻很有用，特別是豪宅警衛，可以在買了主流的產業之後存錢買。比方說買了地堡跟夜總會之後，就可以考慮存錢買豪宅了。當然 NK2 及其他必要的東西也得好好考慮。至於主動賺錢，可以從不需前置的當當中農場跟窮途末之路開始，接着是收益高可單人打產業又不貴的，像是奧斯卡跟合約專家，之後再考慮強制2人以上的合作任務。要注意的是，也有很多這個列表沒有的任務，像改車鋪或洗車中心之類，很難3言2語分析完。之後有機會再來深入研究。想看更多類似影片的話，別忘了訂閱加小鈴鐺，才能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哦。那麼今天就到這裡了，下次再會。